好吧。现在呢，因为王大陆了哈，这个昨天说因为这个假病例或者心脏病哦，躲掉这个兵役了哈。那倒不是他了，他们说整个有80个人，对，这个 group 啊，这个集团有80个人，有人专门给他这个作假啊，要不然就是胖啦，要不然就有这个病了，有那个病了等等。那因为现在呢兵员缺，所以以前不能当兵，现在都可以干了。扁平足以前好像也不行，现在也让你去当200公分以上，以前不能，多笨重啊，对不对？但是现在也叫你来当了。哦，以前胖到一个地步不能当，现在也叫你来当了，就缺兵嘛。所以只要能够捡到篮子就是菜，都来吧啊，兵源不足嘛。那有些人就要逃，哦，逃兵其实多年来都有了啊，只是呢有不同的招哦，而且他们认为说逃兵都是要那个很好的医院才被确认嘛，所以就认为说这些好医院有可能医生跟他们勾结，他们有一个集团专门帮人家做假的病例了哈。那心脏病这是一种，他花了100万呢啊，因为他在大陆上蛮赚钱的哈，所以呢只要演个戏啦或者什么赚的钱100万算什么呢哈？那另外呢说有的假装是瞎的哦，就近视度数很高的，有的就吃药。哦，然后呢，就减重或增重哦，那医生都说要小心哦，你这个到时候可能一辈子哦都有后遗症哦哦。那国防部说呢，不管任何手段，逃兵都应该谴责。国防部当然这样讲了，事实上也是了哈。那另外呢，你在台湾，在韩国的话，你搞一次以后可就完了。韩国好像很重视这些事情哈。那82年以前是要服1年的哦。那83呢，93年，因为那个时候呢说这个兵役减少，两岸之间也没有什么战争，所以呢只要4个月就好了。当时你就算服替代也要1年，那个时候替代役补充兵只要12天。94年以后呢又要1年哦，替代役也要1年哦，所以从4个月其实一晃就过了，1年哦时间比较长。那我们那时候2年呢哦，甚至还有3年的路易特哦特种兵哈。那但是现在呢主战部队人不够。部队缺人，主要是主战部队缺人，什么后勤资源都还好，因为那个也没有危险，也很轻松。主战部队每天训练操啊等等，万一这个打仗的时候真的最前线了哈，所以很缺人，所以需要更多人哦，所以要求征编哦，征编的这个边线比呢要够哦，现在边线比不够了哈，那特别可能只有7成啊、8成啊，最多这样子哈。那国军呢就想办法啊。说怕这个战力空洞化啊，因为边线比呢越来越低了。现在想免疫不容易了哈，政府这个反正放宽了，就是原来不能当兵，现在都要来给我当啊。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了，很惨啊，去年只生了13万多人，台湾最多1年生42万 baby 啊，现在13万多，而且越来越少哦。1月的时候呢，生的呢只有这个8、9千人，死亡的1万3、4千人，真的是生不如死。那他们这样长此以往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一方面因为少子化，一方面因为薪资也低了，也不高了，所以现在哈，这个可征的役男要跌破7万5千人，越来越少啊。那征的人也不够了哈，而且年轻人呢，很多人千方百计想逃兵，赖政府花大钱买武器，年轻人不想当兵，但是这武器谁来操作呢？那现在好，我们想到了内政部长说，我们要发挥40万最大的民力效应，内政部跟国防部2个要建立军事协调平台。哦，我国防部人不够，内政部给我找人来，当去打仗的时候，老百姓都上场，就这个意思了哈。来，伟杰，就是说从这个案件，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当兵就2种，一个就是义务役，一个是自愿役。就从这个案件发现有第3种叫做不愿意。为什么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尽各种方法不想去当兵嘛。那为什么不想去当兵？我觉得这几年因为很多的一个状况，不管是刚刚赵大哥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当兵的一个条件其实也越来越放宽，因为大家可能想说过去啊马政府执政时期啊这个不统不独不武，大家两岸和平发展，所以对于这方面就慢慢放宽了。但现在呢，后来从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又开始比较紧张危险，尤其到最近常常不管是共机共建的扰台，让大家更加的紧张，但是呢又牵涉到最严重的少子化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些不管是义务役跟自愿役的这样的一个军人的薪资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调整，所以他的一个兵源一直出现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觉得才会衍生出这些可能有这些集团性的，让大家不要去当兵，不管是他认为
当兵可能是浪费他的生命时间，或者说他可以借由这样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跟收获。但是我想，本来当兵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刚刚提到说什么刘世芳还说要这个内政部跟国防部一起来因应这样一个作为，我觉得其实应该回到整个中央政府执政的过程当中，不管从蔡英文到赖清德，这个时间已经多久了？少子化的问题也成立很多少子化办公室，到底解决少子化的问题没有？好像没有。高房价没有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要有房子才要愿意结婚、愿意生小孩，你这些整个结构性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解决这个兵源的问题嘛？我们一年花1000多亿想解决少子化问题，1000多亿这很多钱呐，但是好像效果不大哈。那我们看一下背景新闻。现在他伪造这个兵力，我就觉得跟他当初讲那些内容好像有点隔阂，我觉得不太好。不能接受艺人王大陆涉嫌伪造兵力逃兵役，但其实从2023年开始，想要免服兵役可没那么容易。从身高开始，以前低于157公分，但现在要低于155才可以。BMI 值同样调整，以前要完全免疫，除非 BMI 低于16.5或高于31.5，但按新标准，现在这些都要去服替代役。现在除非 BMI 低于15或超过35才不用当兵。另外，视力及视器免疫审查变严，例如增加一眼最佳矫正视力在0.1以下的。有听说过花钱的免疫啦，特殊管道才会有。除了当下测得出来的，想靠医生开证明，例如杜瑞氏症经诊断确定者，从前年起必须经治疗6个月以上，仍持续呈现症状的人才能免疫。还有遗传性贫血，更得经由血液电泳检查或基因检查确定诊断。至于甲状腺，无论功能亢进或过低，必须1年治疗未达标才符合免疫。但逃兵的传出不止王大陆，内政部现在清查5年内约80个个案涉嫌不法，若属实，最重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我想应该是的确会有人不想要当兵，但我应该是没有想过会要伪造兵力这种事情。至于志愿役，军方今年公告扩大招募标准，例如开放领营满1年可申请再入营，同时放宽国安局人员宪兵及仪队的刺青限制，只要符合国防部规范就 OK。陆军2期征收兵有刺青也不是问题。针对一般志愿役，身高高于150公分就能从军，并取消200公分天花板，同时删除色弱门槛。2024年国军编宪比只有78.6%，周种放宽，全力拯救。过去服兵役是没得选择，是一种责任。现在呢有办法选择，它就变成一种成本，你就要开始算算看，我去的这个4个月或是1年，到底符不符合成本效益？我去当去外送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才会有这些。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过去就像赵乐刚刚所提到，以前大家如果逃兵的话，在社会上是会被歧视，会被取笑。就像韩国的明星，你敢说你逃兵役我告诉你，他就不用这边混。可是台湾目前为止，显然对于你们服兵役，大家的标准已经跟过去一样是不一样的，所以也至于现在很多人开始会去钻漏洞。要不是王大陆的事件发生，我都还很惊讶说哇，现在还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以前是2年，现在才4个月，甚至只有1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很显然这是成本的考量问题。我要揭露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志愿役大概只有15万。这跟过去比起来是差很多，每年几乎都少的4700人，就像刚刚大家所提到的编宪比编制的跟现况来说低于80%。低于80%。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在欧洲也是这样。我们大力的收购军购，特别是欧洲买进美国的武器，大概占34% 左右。但是呢，他们已经面临军队的人员不足，特别是我们台湾目前来说的话，你要加入这战斗的这个部队的官兵来说，即使是薪资比较高，体能负荷也比较需要多，但是呢，他们的整个待遇也比较好。但对不起，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也是招不足。所以说，我们刚刚特别也提到了嘛，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国防预算变成了3%，但是你如果找不到足够的一个兵员，找不到足够的人来操作这些武器的话，这不对等的部分里面，收这么多的武器进来，我们人不够，又没有训练足够，动不动就是要退役。那请问这个部分该怎么样解决？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啊。我补充一句我昨天有去看一下那个 Dcard 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啊。当然，很多的大学生都是在批评王大陆了就是才1年。那你如果在韩国的话，你就完蛋了但是也有大学生提到，就是那赖清德的儿子也没当兵啊，那为什么王大陆要去当兵？那赖清德呢，不但儿子没当兵，他自己还是美国人的阿公就是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台海的局势
明明就是兵凶战危的情形之下，你一再的号召这个年轻人要来服兵役。这次为什么会查到王大陆，就是因为兵源不足嘛，所以他就是清查了过去4年啊，然后该服兵役而未服兵役的这些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猫腻，才揪出了这么多人来。就你作为3军统帅，你不能够为之表率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的要服役的男生来讲呢，是很缺乏说服力啊。当初马英九呢要任命夏立言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就跟马英九说，我的儿子没有当过兵哦，可能不太适合。然后他跟他的儿子一讲之后，他儿子二话不说就回来当兵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的方法，也是一个最好的示范方法。就是大家在去批评王大陆的时候，赖清德你应该想想的是自己。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他到底要给半导体加多少关税，晶片加多少关税，大家就担心这个问题嘛。很多台商现在欲哭无泪，你知道吗？当时呢，因为要打击中国大陆，他们就搬到墨西哥去，墨西哥也要下重手了，怎么办呢？这或者往德州，那个很贵啊，人才都非常贵的，有人到越南去。那现在川普对越南要下重手，这怎么办呢？之后他是不是转进到柬埔寨、辽国？这样台商其实很辛苦啊。好，那川普说，晶片关税可能会25%，而且可能更高，所以你们这些大厂都到美国来投资而且我将来会降公司所得税，降到全世界最低15%，香港很低，大概都要17、18%，15%，所以你到美国来呢，税交的很低。但是呢，不来关税加很高，这川普的招有没有用？现在在看把这些厂商都搞得这个很辛苦都已经这个饭都吃不下了那另外呢，他说半导体可能还更高为什么？因为他最近要对汽车加关税，汽车加25%，但是呢，关税呢可能更高所以呢，先加汽车。那英特尔呢说可不可能拆分所以现在把它拆分掉然后呢，这个明年启动，然后大家来分，台积电投资一部分博通投资一部分反正大家分掉那但是呢，英特尔说干嘛交给台积电？我们这个 Intel 18A 比台积电的 N2 还有竞争优势说我们其实很棒干嘛要给人家所以有人反对了那另外呢，这个 Bloomberg 说呢，说台积电要他去救英特尔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呢，一方面技术会跑掉，一方面可能 IP 也是外泄这个智慧财产权会外泄了那另外呢，台湾有7大代工厂，所以要到美国去投资这7大代工厂呢是哪些呢？这鸿海、广达、伟创、伟影、英业达、仁宝、和硕，说光到德州去厂房跟土地就要20亿美金，600亿台币如果你把这个什么统统加起来，工具啊、什么训练啊，什么加起来，大概要50亿、30亿到50亿美金，很贵的。所以这些厂商也绞尽脑汁想到底该怎么办那说呢，这个德州现在想把自己打造成德州竹科，跟竹科一样，高科技业者都到我这边来生产那台湾的工商协进会也说呢，台湾企业需要重估全球供应链的策略。不是只是像在现在讲我们是这个非红色供应链，不是一句话就可以的。你确实你要怎么落实，这个比较重要了好吧，那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Mr. President, have you decided specifically what the auto tariff rate should be? Yeah, I probably will tell you that on April 2nd. But it'll b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25%. 为了因应川普关税战，台湾代工厂也启动美国制造大投资。电工会理事长李世清就说明，台湾7大 AI 伺服器代工厂，包括鸿海、广达、伟创、微影等，近期都陆续要到美国德州考察，光是取得土地和厂房成本至少20亿美元。如果新盖伺服器组装厂，加上投入自动化设备，初估盖一座的新厂就要投资30亿到50亿美元。而7大代工厂要是都到美国布局，这一波的美国投资金额将会高达数千亿。李世清也说，很多厂商在德州都有厂，只是规模不够大，无法因应未来 AI 大幅的成长需求。因此，川普的政策也刚好是一个机会，让台厂加速转移生产基地。
好 ，Intel 前5天又涨了20几%，昨天又涨了16%。哇！一听到有人来投资，高兴哦，股民就觉得啊，将来会涨啊，会涨啊。来，这个医生怎么看？现在讯息确实也是有点乱哈，因为其实原初美国媒体是报道说这个白宫是要鼓励这个台积电去接管 Intel， 因为 Intel 虽然它有不断的技术进步，但事实上它的这个无论成本无论它相关的一些技能等等，就是跟不上这个台积电哈，所以有这个接管这一番论述出来。但后来又有另外一篇报道说，也是指白宫的这个消息人士说这个川普可能不会支持这个所谓的外来的这个所谓的晶片厂商，包括台积电去接管这个美国的厂商，所以目前现在是一个问号，但是不是问号了像川普讲的很明确的就是未来这个确实会实施关税哈。那关税当然川普现在优先针对是这个汽车那第二个部分就可能是针对这个晶片，那可能是从2%-5%开始25%开始，但事实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川普上任之后，对于我们台湾的经济其实有3大挑战真的是挑战，是要仔细、非常这个细腻来因应的。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当然是晶片嘛，对不对？晶片虽然它不是针对台湾，它是对所有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进口美国的晶片，但事实上冲击对它一定是台湾所以第一个部分当然是晶片这部分。第二个就是它所谓的对等关税因为它现在已经指示他们美国贸易代表要去了解各国对于每一项美国产品的关税然后去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也就例如说我们台湾可能过去对农产品对于说这个车辆的进口实施高关税美国相对是低关税，那未来美国可能要针对台湾的部分有做出调整，所以这个是确实我们要掌握。但第3个部分呢，可能对于中国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制裁、进一步的关税等等，当然也会冲击到台商，所以这3点都要谨慎的因应。但是如果回过头来聚焦在晶片这一块，我的担心是这个部分就是说川普他关税并不是结果，他关税是途径。它途径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希望美国的晶片产业可以有个复兴。那当然复兴要时间嘛对不对？那至于复兴是什么方式？是台积电接管、台积电投资，或者是号召这个不同的晶片产业、上下游的产业共同来扩大在美国本土的投资设厂？目前都还是一个问号。但我觉得川普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当然我认为川普对于台湾的安全，他的战略跟策略不会有大幅的改变，但经济的部分，我觉得川普的企图相当的明显。台商也蛮厉害的，你看这边讲台湾的伺服器占全球伺服器主机板产量90%以上，对，台湾的伺服器系统占全世界80%以上，所以他看了当然眼红嘛，不只是台湾去年外销这个顺差将近700亿美金大陆对美国的顺差前10名，台商占7名，对啊，厉害，台商多厉害，两边赚钱，所以台商只是默默这边赚钱而已，赚的钱很多所以难怪呢，这个川普会眼红来，王慧。我是觉得还是准备的问题了像刚刚赵大哥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企业本来就很厉害，那现在在川普的刚刚这个宜祥所讲的，这是他这么多的这个想要做的这个事情里面其实我在看的还是我们台湾政府到底准备了什么这一次7大企业他们到这个德州去做相关的考察，其实是电工会他们自己起一个团去那个地方，那这些企业是跟着去就是说我们的民间在这个遇到川普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的时候，其实大家是赶快想办法包含像台积电的部分，大家也知道他这一次到这个美国，他第一次到美国来开这个董事会但是开完之后其实也没有让大家有太惊讶，大家在看是说那台积电到底它会不会增加对于美国这边的一个投资，基本上还是一个蛮指标性的。那台积电它就是一个它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所组成的所以它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股份而已，所以我觉得台湾股份30%都不到。对，所以我想他其实自己还会去看，就是说它的生产力到底怎么样要来做提升，这个才会是企业他们会自己最关注的部分。我要讲的就是说，大家刚刚会特别提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对晶片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补助其实对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厂商来说，它本身现金流是非常的足够的，所以对他来说补助可能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我看到有一个讨论是说，对于那个
这个投资税收的一个抵免啊，实际可以扣掉多少的这个资本支出，可能对于台积电来说是在下一个阶段他们在决定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更重要的部分。所以回来讲，当我们的企业自己本来就很强大，会去因应世界的这个变化，赶快想办法的时候，到底我们台湾政府在做什么？因为我看到连中国他们习近平都要找这个民营企业来做相关的讨论了。阿兰的监护的冲烧，我今天还找了半天，经济部到底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是什么？真的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更具体的推进。就是呢，政府最多只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发挥了，或是像美国这样压迫我们企业的时候，政府能不能替企业讲讲话？最多只有这样子。你说政府要主导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大陆就想啊，前年不是讲什么国进民退吗？搞了嘛，国进民退5年，大陆经济一塌糊涂啊！你不靠着民营企业带头，只有民营企业才有效率嘛。国营事业除了独占，没有一个是赚钱的，只有独占，因为没有对手，他才可能赚钱。只要有竞争者，公营事业、国营事业不可能赚钱的，因为没有竞争力，全世界都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国营事业好啊，效率是非常差的。所以这点说，川普要搞什么政府效率部要去整那些机关的原因在这里。休息一下再回来。